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来开箱这一台，就是 Nespresso 的 Mini C30 意式浓缩胶囊咖啡机。那其实现在人讲求，虽然是时间很重要嘛，但是品质也不能少。所以呢，胶囊咖啡机它算是很方便的东西。那它有一阵子很红，当时我有很多朋友都有买。那我没有买是因为环保的问题。这个雀巢公司呢，它其实把环保的问题解决了。是我在闺蜜家里面呢，因为现场就是喝过它泡出来的咖啡，不但味道很香，然后喝起来真的非常浓郁。就是它其实外观非常精实美观，它有得过这个红点设计大奖的，因为它克服了这个环保的问题嘛。它的胶囊咖啡就是这个胶囊，它是可以回收的，它的回收的机制做的其实也蛮好的，就是在百货公司啊，或是专柜，或甚至它提供邮寄，用那个袋子，然后免费邮寄的方式，回去，然后他们可以把它再利用。这个铝呢，好像可以做成再回收利用，做成什么脚踏车啊，或者是好像也有曾经有瑞士刀是用这个回收的胶囊去做的。那咖啡渣呢，就是会提供给小白菜当肥料，那种出来的小白菜品质会更好。不多说，我们赶快来开箱这个 Mini C30 的意式浓缩胶囊咖啡机。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开箱。你看它这个箱子呢，这边，我觉得它箱子的这边的设计是蛮不错的。它有一个这个可以直接这样拉开。然后拉开，其实我也不太会开啦，开箱就是这样嘛。然后它就可以直接这样子，大家看一下，可以这样打开，然后打开，打开。所以它箱子其实设计的是蛮好的，就这样子。那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包装算是很精巧。电线，然后呢，我们先把这个拿出来，它有一些说明书啊，这些之类的。那我先慢慢把这个咖啡机先拿出来。好，盒子我们就先把它收下，里面没有东西啊，有哎。咖啡机我们先把它拿出来，它里面呢有送一条这个，就是胶囊咖啡。好，这个，然后咖啡机，灯。一些说明书，还有介绍这胶囊咖啡的东西。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它这个咖啡机。其实它的构造真的蛮简单的，因为我其实对机器是有一点不太会使用的，但我觉得它这个看起来就这样子。它箱子里面有没有别的东西？就一条电线，这样子，所以蛮简单的。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我买的是灰色的，就是一个算是生铁灰的颜色。那 OK， 它这个配件呢，应该是会在这边吧。好的，这里有的是一个这个，就是它的配件，这里应该要有一个滴水盘，为什么我没有看到它呢？为什么少了一个？哦，好。
好的，经过一阵没有很手忙脚乱的状况之后呢，它其实东西就非常的简单。它里面的配件呢，除了这一些这个说明书啊，还有这个在介绍它的所谓的这个胶囊咖啡的口味跟种类的这一张简介，然后就是还有送一条这个应该是10颗吧。我想啦，这里面我看一下哈，14颗，它还有送这一条，里面有14颗的那个胶囊咖啡，是多种口味的，可能是品尝，然后之后才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然后再来就是这一台机器，它没有跟这个，它直接就是装在一起，没有分离，以及这一个。就是放在前面这里的蓄水盘，就这样。好，那我们开箱先开到这里。等一下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一台咖啡机的使用方式。OK， 开完箱之后呢，我们要来介绍这一台咖啡机它的使用方法。它其实呢，它的操作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所谓的简单呢，就是其实这里有2个按钮，任意按其中一个按钮呢，它其实你看它就亮了，有没有？它就会开始闪烁。那它耗资在闪烁的时候，表示它在预热。预热呢，大概25秒钟吧，大概预热25秒钟。那预热完成之后呢，它的那个这个闪烁的灯会停止。好，你看现在闪烁的灯停止了。那因为后面这个储水箱呢，我已经事先加了饮用水。好，然后这里有这个储水盘。好，那它这个按钮呢，这里有一个是小杯的，小杯的呢，它大概就是一个40毫升的一个咖啡量，就是浓缩的。那另外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比较大杯的，大概有110毫升左右的这个咖啡的量。那你就看你自己喜欢喝浓一点的，还是喜欢喝没有那么浓的咖啡，那你自己可以选择。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来示范它这个咖啡要怎么煮，就是把这一个往上一拉，然后呢，我们选择一个，其实这是他送的，口味有很多种，我也不知道是哪一种。那我就随便挑一个金色的好了，然后就像这样子把它放进去。好，放进去之后呢，把它一按 ，OK。再来，我们要准备一个杯子在这边装，对不对？但我这个杯子其实有点大，所以呢，我就选择把这个呢先拿起来。如果你的杯子小一点，当然可以不用这样做。那我现在呢，因为我比较没有办法喝这么浓的咖啡，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大杯的量。那我们现在就把它按下去，你就会听到它开始操作声音。然后呢，哇，咖啡出来了。它这是属于高压的萃取，所以呢会闻到哇香的味道哦，真的很开心。好，所以它大杯的量呢，大概是我这个杯子的将近半杯啦，不到1杯。那既然咖啡都已经好了，所以呢，我就来喝一口看看。好香哦！这一颗有一点点的酸味，然后我觉得这个量呢，110ml 的它不会太浓，喝起来刚刚好，非常好喝。好，我们刚刚呢
做完了一杯很浓郁的那个咖啡之后呢，我真的也喝了，我加了一点牛奶喝，真的非常好喝。我今天呢等了很久，就为了这一杯咖啡。它的咖啡，它煮出来，因为可能是高压萃取的关系，煮出来的咖啡那个浓度，真的会让我觉得，我在外面可能要花100多块才可以喝到的咖啡。那再来，即使它其实没有打折的时候3000多块吧，我觉得真的超级划算。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下它平常的清洁。OK， 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储水槽，它其实这个储水槽呢，它是可以这样子打开清洗的。那当然这是新的，所以是很干净的啊。然后呢，这一个它也是可以拉出来，好，拉出来，然后分离，就这样很简单。就是其实我是机器不太会弄的人，那如果我会的话，基本上它没有什么难度啊，就是完全防呆装置。再来呢，就是这个，刚刚我们不是把胶囊咖啡放进去煮嘛？它只要一拉开，使用过的胶囊自己会往下掉。这是胶囊储存盒，它里面大概可以存大概6颗胶囊左右吧，因为它胶囊其实并没有很大颗。好，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清洁。那假设是这个储水槽，这一个我们放饮用水的这一个，你想要把它拿起来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把盖子一打开，有没有？它就分离了。分离之后呢，就直接这样拿起来就可以了，就这样拿起来。它其实真的很方便，然后这样就装回去了，就其实没有什么使用上的难度。这就是平常清洗的部分，结构简单，然后又美观。OK， 刚刚做完这个日常清洁的这个结构，它其实都蛮容易的。那除了日常清洁之外呢，可能我们使用了一阵子，它里面也需要除垢。其实它除垢也非常简单，就是第一点，你要先确认这个里面没有咖啡胶囊在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要把这个装水的地方装满饮用水，然后再加入这个除垢剂，就是 Nespresso 他们出的除垢剂。当然我刚买而已，所以我没有购买除垢剂，不过使用方式应该是一样的。那装满水加了除垢剂，确认这个里面没有咖啡胶囊的时候呢，就长按这2个钮，然后它就会开始做清洁的动作。我现在没有用容器在这边装，但因为它这里本身有个蓄水槽，我们来试试看哦。有没有？它这样子呢，其实假设你这里面有饮用水加除垢剂，你这样子清洗装满水之后，清洗一次之后呢，再装满饮用水加除垢剂，再清洗一次，就很像那个外面便利商店他们每天清洗咖啡机也是一样的，会有热水虫这样子去除垢。那这样就是使用一阵子就可以用这样子去除垢，也很方便欸。我整个发现它就是非常方便，然后又好看，然后其实携带也蛮方便的。如果真的要带出去的话，它一点都不麻烦。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一台咖啡机的开箱、使用方法，还有日常清洁，以及使用一阵子之后的除垢。那我自己其实有觉得说，这胶囊咖啡呢，它只要把这个环保的问题给解决之后，它真的是一个很方便又很实用的机器。因为我每天都需要喝咖啡嘛，那以前呢，只要是不管去买那个咖啡豆，就是比如说买了这个口味呢，就会因为它需要就是比较新鲜的时候把它喝完，所以就是会就是这一次买了这个口味，就会这一阵子都喝这个口味的咖啡。但胶囊咖啡呢，你看它有这么多不同的口味，那你可以随着你自己的心情，
你今天现在想喝浓一点的、酸一点的，或者是烘焙浅一点的，那你自己可以去试试看。它其实这边都会有介绍，而且它很贴心的附了一个每一个14种的口味的那个咖啡口味，让我们可以先去试试看。所以可以随着自己的心情去变化，说不用就是这一阵子都受限于自己买的咖啡，一定要喝同一种口味的咖啡。我觉得这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地方。那今天呢，我们这一台 Nespresso Mini C30 的开箱大概就简单的介绍到这边。那如果朋友你们有什么使用心得啊，或者是有更好的建议啊，也都欢迎跟我分享。那我们下一次见咯，拜拜。